No sir No sir， 我是阿成，我们叫他们呢。我们就要介绍我们真正大 boss 最邪恶最强的那本书，好不好？真理之鼠算什么？这个才是这一包里面真正的重点啊！如果真的要让我2个音效选的话，我更喜欢这个，好不好？这个魔王音效啊，恐怖感啊，更加的强悍啊！这个话就是我们斯特留斯专用的一个魔导书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也算是在剧中里面最接近全能全知之术的一本书啊。这本由来我等一下会进一个说明，让大家再更理解一点啊。因为以为它是混性啊，所以呢，跟往常一样啊，稍微看下包装，这边话就一个魔导书啊，赞！因为它是以斯特留斯作为基底嘛，所以它这边图案的话，就然是采用斯特留斯的一个图案啊。他的脸部啊，就是全能全知之书啊，毕竟他已经近乎是最接近全能全知之术的男人啊。要不是最后露娜献出他自己啊，不然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打赢他的，好吗？这一侧的话，就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斯特留斯最终形态啊。好希望这次可以出 SHF 哦，这次我非常喜欢的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开箱。好了，各位，这个话就是最接近我们全能全知之书的一个魔导书，好不好？比起我们上一本全能之书啊，它看起来更加邪恶，看起来更加的混沌啊，因为毕竟属于赝品的一个概念，但是已经非常接近食品了啦。在讲这本书的一个起源之前，我想要介绍一下这位角色啊，因为这位角色我觉得还不错，设定上是很棒的一个角色。我们的斯特留斯原本是属于拯救世界的那5个人啊，基本上我们看到那些敌方干部啊，其实他们都是拯救世界的人啊，只是因为受到力量的蛊惑，所以呢才黑化啊。然后呢，他原本是个吟游诗人啊，专门书写那种诗歌啊、故事啊，但是他见证到奇迹世界之后呢，他发现原来他写的那些诗歌其实早就在全能全知之书里面记载好了，因为像是把你的命运已经完全写进去了，你会创造出什么，你会做出什么东西，基本上都有了。他对于自己苦心啊、思考啊、设计出来那些东西啊，竟然都是早就被记载好的东西，所以呢，他开始整个疯掉、黑化，有点像是由爱转恨的一个概念啊。所以呢，他决定，与其这样，不如他自己获得全能全知的力量，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、自己的世界啊，也很符合这次卡梅拉 C 把的故事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夺取全能全知之书的一个原因啊。这本魔导书的由来，基本上他先抢夺了这一本就是全能之书，再加上最初的5人每一本书 EX 系列书，全部汇集在一起，就产生出这本救急的一个魔导之书啊。也因为他获得这本近乎全能全知之书的一本书，所以呢，他也知晓了故事的结局，而且获得全部的力量嘛。所以呢，他这时候就要开始书写出属于自己的一个故事啊，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反派。其实我个人觉得卡梅利亚 C 把这一代比较适合拿来当成小说，我自己觉得啊，感觉拿来拍特色要烧很多钱啊，因为毕竟特效上比较难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卡梅利亚 C 把比较适合载体应该是小说会比较好一点，毕竟光看这个设定就知道了，就是很常见那种动漫轻小说这种 BOSS 级别的角色啊，还不错，我蛮喜欢的。我们把这个讲完之后呢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来看下这本书的一个设计，好不好？好赞，基本上是完全采用一个全黑色作为设计啊，然后呢，中间的书居然采用金色，好不好？去代表全能全知啊，哇，黑金看起来就是邪恶又酷啊！而且大家应该也发现一点，你会发现它4个角都亮亮的，我真的觉得这4个角真的帮这本书加了非常多分啊！这边花都采用金色一个电镀啊，好美哦，不错，帮它大幅度加了质感。然后呢，书的周围基本上也是有带一些雕刻的纹理啊，有没有？让它整体看起来不会过于单调，而且看起来非常华丽的一本书。而且我们从正中间啊，这边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我们的斯特留斯 EX 的一个标志嘛，然后呢，背后的基底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全能全知的基底，大家发现，基本上就笼罩出一层黑暗啊，这是属于斯特留斯的一个黑暗。所以呢，基本上也是有保留全能之书的一个特色之外呢，也加入了斯特留斯的一个符号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延续性我觉得算是蛮重的，好不好？就是那种承先启后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把它打开一下。这个字也是多到吓神，好吗？这边的话居然也有日语罗马拼音英文象形字的一个圣刃文字啊，这边也是在介绍这本书的一个内容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话基本上也加入了斯特留斯青石州的一个样子啊，有没有发现？就是他的脸部啊，还有他2个角这样子啊，非常符合他之前的一个皮套风格。这边还有值得一提一点是，他周围变得黑暗色的一个配色啊，有没有发现？就是那种比较混沌的颜色啊。相较我们全能之书的纯粹，这本书看起来就更加邪恶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稍微按压一下。你发现它基本上是采用一个全英文啊，这样听起来更加邪恶，看起来更加奇幻啊。我真的觉得它这个超赞，你知道吗？听起来就是非常那种仪式感，然后呢也很邪恶，真的是那种超纯粹，然后超传统那种反派音效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稍微听下它的一个说明。我很喜欢他那个收尾那收束的那种音效啊，邪恶的音效就是要那种最后那个的那个收束音。那我们把这个讲完之后呢，很醒。
好，各位，这样子我们就变身完毕，好不好？毕竟我们的全能之术啊，更加的完整，更加的黑暗，更加的混沌啊。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有点像是，如果假设把全能之术邪化的话，应该就是长这样的感觉啦。个人觉得，基本上是采用个金边作为设计啊，感觉在卡梅拉里面金色啊、白色啊，都快要变坏人的代称的啦。而且我们最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形态的一个脸部啊，基本上就是采用书，基本上这个书应该也是代表我们的全能之术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手臂啊，再加上一些红黑色的气息，去营造出那种比较邪恶混沌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因为由于我真的太喜欢它的待机了，所以呢，我决定再变一次，让大家详细的听一下。带金不知道让我想到恶魔城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大 boss 准备要出来前的音乐啊。我真的好喜欢他突然等那完全收束的音效，就真的是很传统大 boss 那种音效，就会这种配法。然后他在变身时也会产生大量那种黑色邪气，然后将它完全给包覆住，然后最后被黑色羽翼完全包覆住，然后完全变身完毕啊，这样子。变身完毕之后呢，这个的必杀技，我个人觉得算是在剧中里面展示的非常之少，因为呢，毕竟它出现的集数真的是很短，然后加上后半呢，基本上已经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来做个产品的展示啊，所以呢，在剧中里面它的必杀技全是用吼的，有时候都要压不压的，我只能尽量展示一些我个人觉得剧中比较经典的啊，如果没有讲到没有提到就比较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就来玩一下它的一个必杀技吧。第一种这个花就像在剧中没有展示过啊，但是我们从音效上应该可以看出一个点，就是这个应该是召唤出以前的怪人吧。我个人觉得这上面就有满满就是历代的一个怪人都放在上面啊，我真的觉得这本书真的很棒，好不好？真的是把恐怖发挥到极致啊，应该是近年来最恐怖的一个道具了。这边真的有点恶。这个的话，就像也是属于召唤啊，使用到这一面，就像就是召唤出4个贤神，就有点像是召唤出自己的使徒的一个概念啊。不然就召唤我们的破灭之塔，就是最后他们要攻上塔点的那一座塔。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比起昨天，它的划分就更加明显。不合起来的话，就是召唤出一些无微不微的东西。OK， 第一个必杀技就像就是类似像是我们全能之术的那一招啊，放出一个类似那种紫色的那种闪电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我会知道呢？因为它是舞台剧限定的，好不好？在剧中也没有使用过这个能力啊。这个在剧中也没有展示过，所以也不知道他的能力啊。但是基本上感觉应该是跟怪人有关系啊，可能就是使用历代怪人的那种能力必杀微微的吧。那最后那个咆哮好帅啊！不错，很赞。基本上最后一个能力的话，就是加速对世界的侵蚀啊，让它变成我们斯特尔斯想要所书写出来的一个世界啊。然后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，就是如同灾难一般的一个奇迹世界啊。然后呢，我们 C 把为了要阻止这件事情，所以呢，他将自己的刃王剑给投出，卡在那把巨剑上面，停止世界的一个侵蚀啊。好，各位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斯特留斯的一个终极的魔导书的开箱，好不好？也算是最接近全能全知之术的一本书啊，非常强悍，但是是带着邪恶的力量一本书。我真的好喜欢这个音效，这个音效比全能之术更加的凶悍，更加的邪恶啊，真的是很传统的反派的音效啊。好啦，所以呢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卡梅莱达 C 把的一个终极 BOSS 开箱。如果喜欢，请帮我在评论区下面留言，拜拜。